这么跟你说，你们为什么不知道一个秘密吧？也不算啥秘密。美国是2023年全球石油出口第1大国。美国为啥现在处在这么尴尬的局面？就是因为它依然有了突破。它的石油，美国已经跟沙特为主的阿拉伯世界形成了竞争关系，明白吧？它的石油美元为啥沙特？它的石油美元肯定是凉的，你不用想，因为它跟沙特他们已经是竞争关系了。沙特他们明显的是往东方那边靠拢，就是美国从一个能源资源进口国变成了一个最大出口国。这个感觉到美国好像占着便宜了，那不是，在整个全球地缘战略来说，美国这么玩石油美元早晚得玩瓦解，现在就是在这儿呢。说实话，所以说呢，俄乌战争它不也是吗？他想把他的气儿油卖给欧洲，不让欧洲买俄罗斯的廉价的，在这儿呢。所以说美国刚出发点的格局小了，才导致他今天的所有战略困境，掉入到中东这个陷阱。你沙特，你以沙特为主的阿拉伯世界没占老美，这次就明显的感觉到，沙特第一，老美肯定是保护不了沙特；第二，你他妈老美跟我他妈一样，你跟我竞争，我扯你干啥呀？明白吗？老美你啥钱都想赚呢，那我能扯你吗？所以说老美现在玩的不就这个吗？他想自个儿独吞，完了给俄罗斯石油限价。他限价的时候，沙特为主的欧佩克直接站到俄罗斯那儿了，没占老美的原因就是在这儿，他们都是竞争对手，只有咱家不是，就是所有人跟咱家都是属于合作伙伴关系。但是不管是美国、俄罗斯、沙特、巴西，这些全是资源型、能源型的，咱家是唯一的工业国输出。对，所以说现在这回你明白了吗？老美为啥能掉到这种战略陷阱里边？它的进出口贸易额，它这个进出口石油这块、天然气这块你就明白了。所以说现在的主体在哪呢？老美失去了整个中东了，基本上板上钉钉了，不管怎么努力，他也失去了。因为整个战略方向，未来的10年、20年、30年的发展就是一带一路，就是沙特跟伊朗会在摆平巴以问题之后，一带一路输出沿线国家里边受利获利最大的2个国家就是沙特跟伊朗，别人都得往后看，他俩也是咱家未来一带一路全部打通之后进口石油天然气最多的国家，他俩会在咱家得到大量的红利，各领域的红利，不是简单的商品，是产业链各个方面。所以说呢，这一点也是促成伊沙和解的一个本因。但大家都能看到这一点，都能看到一点是啥呢？是咱家才是未来。所以说呢，工业国进出口贸易额，咱家从10年到现在能屡创新高，还能达到第一的原因就是咱家路子对了。美国那种金融收割靠石油能源绑定美元的时代马上过去。对，所以说这工业国，最大工业国，工业革命之后玩的不就是工业吗？谁工业最强，体量最大，谁就最牛逼。日本、德国2战战败，就是因为美苏体格太大，同样的工业国远超日德。英法能吊打全球，当时还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谁拿到工业国的王牌，谁就赢，这都不用质疑呢。我们说嘛，咱家的工业要是拉满了，全为军工服务的话，他们来多少咱推多少，推的他们寸草不生，老吓人了。这一点美国是知道的，为啥老兵推呢？老美打仗大国博弈打的就是工业，就是工业。咱家要把军工拉满了，我的妈，那太吓人了，太吓人了。他们全加一起都不行，你这一点他都明白。老美现在对咱家的整个压制来说，在贸易战，在这个低烈度的对抗来说，老美只是说延缓霸权的寿命而已，但是延缓也不行。对，咱家跟其他伊朗、沙特、俄罗斯没有竞争关系，但咱家跟美西方有竞争关系，在哪儿呢？中高端产业，这就是技术科技领域，明白了吧？在这儿，这一块一旦全部突破的话，他们必死无疑，不用打仗他就死了。他们国家除了美国之外，西方没啥资源，你要明白，欧洲、日韩都没啥资源，
他们这些年靠的什么？靠的技术科技，靠的高端产业，高价往出卖，完了低价买资源，买工业品，买石油天然气，这样形成了一个闭环，西方一个小圈子，把钱赚的腰包鼓鼓的。一旦咱家突破了这个领域，打破了他们定价权、技术垄断权、科技突破权的时候，他们剩下的就一个字儿：嘎。所以说他们只有嘎。咱家一边联合资源能源国，成为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给他们输出廉价商品；一边装备制造业、高端专业，航天科技领域突破，打击美西方的技术科技垄断权。这就是咱家无敌的存在的原因。是我们说嘛，一带一路说白了就是剔除昂萨集团，联合欧亚大陆。老美必须给欧亚大陆制造动乱，动乱的同时他好卖军工，牢牢绑定美元石油。现在欧亚大陆的动乱不一样了，反噬老美自己了，大家很明显联合起来了，欧亚大陆反噬老美自己了。所以说这种动乱是不符合老美的。老美在中亚大陆以前制造的是啥呢？分而治之，让你们都打仗，最后都求我。咱家呢，让他们团结，中东团结，让你们团结，团结之后再打仗就不一样了。现在的巴以冲突就是中东团结之后打的，团结之后打的对老美来说是致命的，这不是挣俩军工钱的事了，这他妈儿子快被人捏死了。美元霸权也就是在中东，所以说这现在的打仗是反噬老美自己。七哥瘦了，七哥本来不胖，就穿这衣服显瘦。但是没有中国石油美元可以垄断了，一直垄断了。咱家现在不让它垄断的原因是联合资源美元，咱们去美元化，本币结算。咱们就这么说嘛，人民币国际化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玩意儿。虽然老美极力阻止，咱就说一个数据啊。进出口贸易额全球100万亿，咱家占33万亿。去年2023年咱家出口的新能源，光伏，高端的东西1万个亿。就啥呢？咱家进出口贸易额达到地球的1/3还多，但你人民币的结算远远达不到1/3。以咱家现在的工业体系，人民币在全球的结算应该达到40%到50%之间，一点毛病没有。因为咱家是真正的货真价实，咱家人民币的背书是啥？是工业品。咱购买的石油美元用人民币背书，是咱家出口的工业品，再加上全球最大的资源能源进口国，这2个一背书，咱家的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是必然的。之前是依附于美国全球化的一个贸易体系，说白了，默认了老美的美元结算系统。进口第一，这是美元结算。出口其实美元一直都是咱家在背书，但咱家为啥以前没打破这些东西？因为你中高端没突破，老美随时能封锁你。现在的小院高墙就是老美把自己科技那块我拿住了，别的跟咱家继续贸易，别的他不怕，明白不？老美的背书啥也没有。以前美元跟黄金挂钩的，英国当年那么损，在全世界玩那么多平衡制衡，英镑一直是跟黄金背书的，英国到死，殖民地全没了那天，英镑还跟黄金挂钩呢。后来布林森体系，老美元登场把英镑干掉之后，老美是在74年跟沙特谈的战略协议，美元结算，彻底抛弃了黄金。就是啥呢？我印废纸啊，美元没有背书了，就是废纸了，我拿着这个废纸跟你们交易。这就是美国到现在有30多万亿美元负债的原因。30多万亿啥概念呢，兄弟们呐？日本世界第3大经济体，它的总 GDP 4万多亿，老美欠的钱是日本的国家 GDP 的8倍。怎么欠的？太多了，反噬自己了。联合资源能源国去美元，
那你大量的美元整哪儿去了？回流了，回哪儿？回美国本土了，回去了，造成啥？通胀。完了，老美还不得不印，因为利息太高，得给呀。老美要赖账，大家就等着他赖账呢。特别咱家一赖账，美元体系更崩盘。所以说呢，大家抛弃美元结算，说白了就是美元回流。中俄贸易额2023年突破2000亿，但是美元交易不到5%，以前全是美元交易啊，这些钱跑哪儿去了？回去，明白了吧？印多了就通胀。咱家在这种全世界大动乱的情况下，被美西方一顿围堵的情况下，去年保持了 5.8% 的增长。这 5.8% 意味着啥？七哥告诉你，意味着改开以来平均40年连续8%到10%的增长，本身就这么大体格子，在疫情3年、贸易战、美西方围堵、全球战乱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 5.8%、5.2%啊，依然保持了 5.2%。而且通胀率竟然能控制到1%之内，本身就这么大体格子，还能做成这样，这在全球工业革命之后是没有先例的，这是奇迹，这就是一盘棋，整个战略输出在各方面是非常强，就在这儿。说白了，还是工业兜底。所以说他们怎么唱衰咱家经济崩溃论，天天写那些小作文，我发现他们跟个傻子似的。你们凡是唱衰咱家经济的，现在立马去给我搜2023年的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的数据，完了再看看他们通胀的数据，再看看他们负债的数据，再看看他们的工业输出的数据，还有贸易逆差的数据，你给我拿出来，你再对比一下，你直接都得傻眼。狗子们，记住七哥这句话，你们可以保护你美爹、你日本爹，但你们一定要想跟我掰扯可以，我不喜欢无脑的狗，你拿数据跟我掰扯，我算你牛逼。对，你说到根儿上，你能说服我，那你真牛逼。